欢迎收看小姐姐的世界地图。今天小姐姐要带您参观意大利知名的吸血鬼之城 Montepulciano 蒙特普奇亚诺。它是意大利托斯卡尼区的知名中世纪山城。它之所以被称为吸血鬼之城，是因为知名吸血鬼电影《暮光之城：星月》是在这里取景的哟。另外，这个山城也因为盛产葡萄酒，所以也被称为酒香之城哦。我们这次是租车从 Florence 出发，一天前往2个山城。今天是前往皮恩萨和吸血鬼之城。皮恩萨在前一支影片有介绍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一下哦。不想自己开车的，可以参加 Florence 当地的一日游旅行团，在旅游网站像是 Klook、KKday 或者 Get Your Guide 等等，他们都有卖一日游的行程哦。当然也有从罗马出发的一日游旅行团，但 Florence 出发会比较近哦。去吸血鬼之城的路上，我们先去了一个私房拍照点，可以从远处拍整个 Montepulciano 山城，就是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个位置。景色呢就跟现在的画面一样，本人甚至更漂亮哦。附近还有个建于1518年的教堂——圣比亚娇圣母教堂，也被称为圣比亚桥圣殿。这个点也可以顺路去看一下哦，很漂亮。教堂旁边也可以看到壮丽的托斯卡尼田园景色，很适合拍照。第一站，我们先直接前往蒙特普奇亚诺的主广场。这个广场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老建筑物和塔楼所包围。在《暮光之城：星月》电影中，贝拉奔跑穿越人群，拯救爱德华免于暴露在阳光下的经典场景，就是在这个广场拍摄的哟。广场南边是蒙特普奇亚诺主教座堂，它是16世纪完工的，由当时的著名建筑师巴尔达塞雷佩鲁奇设计。外观以质朴未完工的砖石闻名，室内墙上则保存了丰富的精美雕刻和雕塑作品哦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入内参观一下。广场北边是诺比利塔鲁吉宫，这座文艺复兴风格宫殿也是建于16世纪初期哦，是当时诺比利和塔鲁吉2个贵族家族的宫殿。它的外观华丽，立面有着许多精美雕刻和浮雕。宫殿前方还有个古井，上方有着一个马佐科斯，这是佛罗伦斯共和国的象征，也是梅迪奇家族的守护者。因为当时的佛罗伦斯是由梅迪奇家族而统治。狮子中间呢有个盾牌，就是梅迪奇家族的盾牌哦。广场西边这座哥德式建筑，则是建于13世纪的市政厅和市政宫，由科西莫一世德梅迪奇所委托建造。在15世纪的时候，米开罗佐对市政厅进行了翻修。有兴趣登塔欣赏整个城镇和周边自然美景的朋友们，塔楼呢于4月至11月之间，还有圣诞节期间都有对外开放哦。广场东边是孔图奇家族宫殿，孔图奇家族是当地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家族之一，里面现在仍有古老酒窖和品酒体验哦。接下来我们继续逛了一下，来到一区可以看到美丽的托斯卡尼田园风景，你们看是不是很美呢？我们继续逛了古城的街道，很多地方都很像拍中古世纪电影的场景，感觉瞬间穿越时光，回到了以前的时代，好有氛围哦，你们觉得呢？后来沿路随便乱逛，我们被一个很特别的塔和敲钟人吸引目光。它是当地知名的中世纪塔楼景点，叫做普钦内拉塔。它建于14世纪，也是当地的地标之一。这个塔楼的名称是来自意大利传统文化角色普钦内拉。你如果有看过那不勒斯的木偶剧，就一定会看过这个穿着白色服装、戴着黑色面具和红色腰带的小丑角色，他就是
普钦内拉。他和教宗人经常一起出现在意大利的即兴喜剧和其他表演中。教宗人通常手持一个大钟和钟塔，负责情节发展和表演节奏的时间感，而普钦内拉呢，则会以搞笑、活跃、夸张的方式对钟声做出反应。普钦内拉塔上头的雕像就是受到普钦内拉和教宗人的启发，是在西元1524年安装上去的哟。普钦内拉塔对面的就是圣奥古斯丁教堂，它是13世纪开始建造的，在15到16世纪有进行过一次修复，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中世纪的哥德式风格相结合，改造成如今的样貌，外观朴实，内部典雅。过了教堂后，就会看到当地最热闹的格拉齐亚诺大道。这条路两边满满的纪念品店和餐厅，有超多托斯卡尼的知名农产品、葡萄酒专卖店等等。Montepulciano 是以出产贵族葡萄酒而闻名，它是意大利品质最好的葡萄酒之一，以前专门供给贵族和名门饮用哦，所以这里也被称为酒香之城。当地有许多葡萄酒庄和地下酒窖，很值得参观哦。我们这次有选了一个当地知名的100年甚至1000年的地下酒窖参观，它是免费开放的，非常友善且高评价的店家。店内也有卖葡萄酒和当地的知名产品，可以顺便买一些伴手礼回家哦。这间地下酒窖其实不完全是酒窖，它的全名叫做埃尔科拉尼酒庄地下古城与博物馆。这个酒窖里面很大，像极了地下古城迷宫，所以也被称为地底城市。这座地底城市最主要的建筑部分是建于15世纪的哥德文艺复兴风格地道。当时它作为地面上方7座重要贵族宫殿的地基与秘密通道哦。现在里面陈列着超多的橡木桶，还完整保留了中世纪的地下古井、古老刑具、古墓，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喷泉哦。据说啊，曾经这边在战乱时期的时候还提供吉柏林派的难民躲藏哦。在酒窖更深入的岩层中，还完整保留了2座货真价实的伊特拉斯坎时期的古墓。伊特拉斯坎文明呢，是罗马文明之前在意大利发展的极古老文明哦。这意味着人类使用这个地底空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4到9世纪了。所以有些人说这个地窖是100年地窖，但严格来说也可以说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哇塞，完全无法想象1000年前的世界也超酷的。但可惜的是，有一些区域是围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那2个古墓哦。那接下来让大家看一下地窖内的场景吧。当地也有几个知名的100年或1000年地下酒窖，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去参观看看哦。Montepulciano 是一个充满历史、惊奇和美景的独特山城，真的非常推。它有丰富的历史、美丽的田园风景，又有好莱坞电影取景地，也有震撼的地底城市可以探险，更有享誉全球的贵族葡萄酒可以体验哦。而且很多角落都可以拍出复古大片。有机会来 Florence 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边逛逛哦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小姐姐影片的话，请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感恩的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